我倒觉得还好的点是，你去听那个语音，就 AG 自己都觉得不能打了。对。但是你说选手站出来了，你说狼队那叫失误吗？这也还好，就是最后那波，你说那个舔炸3个，那个啊，其实机会也就2秒，你再晚1秒，狼队退出去了。是的，但是就是那1秒，他就是能抓住，就是能抓住，那是别人的本事了。这一局红色方是狼队，狼队今天3把红 ，AG 3把蓝，干掉了镜和大司命。什么意思？你不办鲁班大师我可拿了，这是告诉你。而且刚才中医那个红道大司命也是效果爆炸，伤害拉满。就如果没有那个红道大司命，我跟你说那一波从龙后的那一个斜插进场，伤害不会那么大。但我跟你说，这个别乱学掉了，你没有那样的太乙跟你配合。但你看他上的那波被秒的也挺爽的。是的，你没有那样的太乙跟你配合，伤害打不出那个画面。对，公孙离来了，一诺千山，一诺的 FMVP， 现在就差王昭君了。哎，直闯险渊，四地深渊。苍，王昭君好处，王昭君经常能出来。对。长城在，苏烈，故乡就医生掏绝活。这个苏烈也一方面是医生的绝活，另一方面的话，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也搬了嘛，所以也是不想给到大帅，因为毕竟是100%胜率。AG 当时那个月唯一的一个国服，真难得呢。是的。看一下啊，公司离之后。就天天在训练营，时间就已经不够了，还能有时间打个国服出来。哎，他这个国服位跟小胖哥俩，你开玩笑。看一下，德利亚加上夏洛特，哎，当时还有一段故事，遇到了吗？夏洛特也是轩辕的招牌英雄，但是拿到夏洛特的话，看接下来给归西选择的英雄是直接打对位的，还是直接选关羽了？选关羽的话就。直接不管跟你的对线了。这俩队伍打的是真有意思，你选一个我选一个，位置都对上，就是各自对各自的。今天给归西选择的3把英雄全部都是偏团战向的，都不是偏对线向的。归西现在自己也是这个风格，主要他自己就是团战线大于对线。但你会发现轩辕的3个英雄选出来其实都是偏对线向的。对。他第一把的孙策，他第一把用马超打孙策，第2把的话是狂铁打对面的吕布，然后吕布因为前期1级的时候实在是不好打，目前在泉水可以泡出满能量出门的这个狂铁，真打不了，所以直接做个换线。吕布说你要泡个标记出门，你看我弄不动你？你有本事让我泡个标记出门？你看我消不消？你出门带个满能量过来打我吕布怎么玩？然后做了个换线，然后第3把的话选个关羽打夏洛特确实也不好打。哎，海月、凯还搬小胖了。海月这个点是对于关羽的直接性 counter。双两班打野都没出，已经3班小胖了。夏侯，但也在搬忠义啊。忠义也在搬。大家都没英雄。终于夏侯惇8战6胜，小胖大司命是10战6胜，不给你搭。凯是5战3胜。这样杨戬是不是得搬？不出火舞，把子焕的火舞搬了。子焕的火舞是很恐怖的，子焕火舞90%胜率啊，拿了10把。样本大，数据高，这个是很恐怖的。对，这不是偶然现象。看看，哎，其实长生我跟你说也稳定，就是这几局总有一些亮眼的英雄出现。他的几个英雄吧，看着比较低调，但其实发挥真的也稳定。这火舞一般的话，得卡你沈梦溪班位了，因为沈梦溪肯定是要搬掉的。但这样是不是卡出个杨戬？对哦，这处理不掉啊。对哦，目前 AG 的双大杨戬打野位，大家都没拿打野的情况下，这卡出个杨戬很麻烦。宫本，小胖的宫本也是一绝。那不就杨戬了吗？拿什么去对抗？关键是绝活宫本都是喜欢打杨戬，哎是，对吧？然后喜欢玩杨戬的人都是挺讨厌宫本的。对，但这东西反正没办法，就是克制，就是 counter，宫本总能 counter 到一些英雄。对，尤其是你这些有续航的，要不然你先出招。亚莲啊，很强。看亚莲对面是公孙离岸，你真的要选吗？是的，换一个吧。而且听劝咱不选亚莲，对面不是敌人，而且对面也有对抗路了，你也不用一选代班。对呀，你选个亚莲打夏洛特，我都快怀疑我自己的游戏理解了。交织命运的织锦。赢5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而且对面有关羽了嘛，你选亚莲肯定选不了。还有胖坦啊，不会是刚刚想选袁坦看错了，看成亚莲了吧？袁坦要选出那个戴着头盔的袁坦。那胖黄的袁坦，今天李九还跟我介绍过，他有自己的皮肤。一会儿你去看，他有自己的皮肤。我今天在跟小林师傅说，我说你要不要搞一个自己的皮肤？我还存在。安琪拉，安琪拉，杨戬应该是杨戬，这个卡出个杨戬不拿没道理。
你还真别说 ，KPL 的18个打野啊，首发打野，它可以有18种不同的原坦，但是真的只有他有。你自己看，我眼里只有小胖有。每个打野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原坦 FM。他不换，他主要他不换，他就是那一身。就那一个，穿久了不就变自己的了吗？是的。看这把是不是啊？安琪拉加杨戬，这个刚刚李九就已经说到了，而且搬宫本的话就已经证明了我这个杨戬的可能性了。朵利亚杨戬在 AG 的手中胜率是100%，他实在是没道理不拿。但是这个数据我必须得说一下，他就拿了1把。是的，加海，你就说是不是？是，对。最后一手，导播老师唬人，上个100%。中路，一会儿打你，小乔，小乔打公孙离。哇，这个。SK 这里是觉得班位放不下了，还是考虑能打这个杨戬给他放出来的？选个小乔打阿离，对吧？也是挺舒服的。而且安琪拉一条技能放完之后，在那个地方，如果小乔开个大招给你秦王绕钩术，把你的盾打爆了之后，一个2技能你交闪不交闪？你不交闪我就给你吹起来给你秒了。哎，但我真的感觉，我觉得 SK 是不是觉得能打？我觉得他没有道理说忘记这个杨戬，我觉得不可能。在前面3楼已经出了朵利亚的情况之下，问题来了，只用了1把的打野杨戬100%胜率，和拿了10把赢了8把的沈梦溪，你搬哪个？给你的话，你搬哪个？我肯定搬沈梦溪，但是关键是这配，但是有个朵利亚放在这里，而且我觉得杨戬金熊还有一个拿了8把赢了6把的夏侯惇。你说这夏侯惇和你只拿了1把的杨戬，在数据量面前的话，你选哪个？靠数据说话。对啊。朵利亚加夏侯惇和朵利亚加只用了1把打野的杨戬，有道理。我认为他这个班位在数据样本面前搬的没问题。那就看看中艺的杨戬效果怎么样了。对他小胖的杨戬前面看过，确实很厉害。就跟今天第1把的那个马超一样，这个夏季他就用了1把马超，但他这个马超已经熟到不能再熟，就是他拿出来之后就跟这个赛季拿了10把一样。对，就是这个手感是火热的。但是这个真的得看一下中艺的发挥了，因为这个马超这个东西对于宣展来讲太熟练了，这英雄。但是杨戬毕竟之前经历过一次改版，对，就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把这个英雄放给对面，然后自己拿到熟练的像袁坦这些去打，而且也是医生的招牌英雄苏烈。好点，这英雄确实我是他很难的英雄。这手确定。目前对于狼队来说，确实今天的这场 BO5的比赛。万众瞩目之下，如果被林峰太难看了，压力很大，对，太难看了。谁都不想看，我们希望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场打满，对，都想看打满。来，他5条风暴龙王，是的，对，就你1把我1把，你1把我1把，这种最好了，咬住了。而这场比赛是在 AG 的主场，狼队是一个客场挑战者。2局都很快，主要是真的都是不到13分钟结束，10分钟打完猝死，而且他赢的全是在狼队最擅长的领域，对，就是在狼队胜率达到82%的那个时间段，就我在你最擅长的地方把你给打掉了，打掉，这个打在对方的舒适区上很难受。来吧，双方的第3局 S5对抗，蓝色方主场作战成都国际超运会，红色方客场挑战重庆狼队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分线，换了，又是一波换线啊！其实一诺经济分析一方面原因也有整天在换线的原因在，各种根据战术去调整。但是一诺经济增长最快的时间点，你知道是哪个时间点吗？哦，是10到12分钟。就是我拿完龙之后，对，猛刷。就是我10到12分钟那一波打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一诺的那个经济涨得你看不懂，就你低个头抬个头，他一个大剑出来了。刷得快啊！他在前期因为一些换线，然后经济均分嘛。AG 之所以他会在一些对位上的经济可能比不过，但是他的总经济你会抬头一看，他不会低的。上一把的话也是逆风的情况下，经济没有落后。这场比赛的话也是 AG 如果赢下来，那么 AG 将会锁定一个胜者组。AG 的场均经济差目前就是全联盟第一，能领先3861，狼队是第2，是2402。对。因为 AG 他非常擅长用经济分配比来去拉动整体经济收益。这波感觉应该卡不掉，还好。
但是下路1打2就已经有点吓人了。是的，还把风萧给压回去了。刚才那一下，为什么没有给袁坦镜头？给你看一下他的皮肤，真的来了，你看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啊，穿一身盔甲。这是裙子。哎，今天好像没有头盔。今天是戴个帽子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？哎，好像有，有个头盔，对，有个帽子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关注些什么玩意儿？你天天的，你看他长得不一样嘛，跟别人。哎呦，好自信！还好一技能没中啊，一技能中了，子桓直接没了，直接秒了。对。杨戬上来，但是这波小胖顶进去太深了，被打到了残血，最终还是被长生拿到了1血。是的，从哪儿飞出来个安琪拉？在屏幕外面飞出来，在左草出来的时候直接2闪，非常果断定到子桓，而且极限距离吧？对，那个一技能大概歪了个5度到10度，当然蛮有意思。最难中的技能中了，好中的歪了一下，但是打残了啊，太果断了，长生。但这波还是把团开起来了，还拿到了1血。就如果一开始是把子桓杀了，可能小胖就不会上了。但是把子桓没杀掉之后，给小胖我能反打的可能，接一下，反而是让小胖阵亡了，这一下出问题了。结果小胖一上，慢慢窜出一个中翼啊，来闪现拍，3段顶过来跟输出，想要给个吹，带走了大帅，大帅在天上没下来过。是的，控到死啊，大帅 CD 鞋吃了满控。苏烈现在还是一个很厉害的英雄，其实在整个巅峰赛的大数据里面胜率也很高。来看一下这波，在卡线等人过来，等小胖过来吃。就是长生还是自己瞄了，智能施法一看就死。这里是刚刚好。小胖刚刚那波顶上去是想要留长生，然后来搭配赶过来的龟七和医生，看能不能把长生推回来。终于这个韧性很高了。跑过去，法天象地，刚刚好。安琪拉跟大招，小胖直接被打残。是的，刚才那下吹都吹不起来，就知道应该马上要变了。安琪拉这个英雄打大司命啊、凯呀，包括像袁坦这些英雄，只要被定在原地，一套技能直接没有战斗力。还有一个英雄海诺，对，专打这种对前排英雄。所以这把小胖在中国的对抗上，还是要注意一下长生的技能。来了4分钟，小胖前面2局比赛龙都没拿到啊！是的，逞能不能捏得住啊？线下位置，医生手里没大，狗中上去就打，直接打医生状态。是的，啊，拉扯一下，医生被打残。小胖里面打的是长生，给大刀拍一下。哎呦，回头还是子桓把龙拿到了，然后就拿到了第1条龙，然后进到了龙坑里。但是长生这波交出闪现，还是被追了。杨戬过来之后，一个一技能狗了上来，有2枚，安琪拉给个1。再顶一下想走啊，有点难走，吃到了个2技能，最终还是被中医给收掉了。这波拿到了龙，但是头亏的有点多啊。对，一诺倒了，最终还是一个1换2。但是人头赚加上野区，其实这波还是赚的。下路也凶出了风萧的闪，拼的是凶，但最后结果还是不太行。小胖是直接砸到龙坑里，打的是长生。对他跟医生一起砸的嘛，对，冲进去。但老实说，那个时候的长生技能也都已经交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啊，先是打医生啊，然后小乔开大上来打，小胖上去了，医生进来再拍一手。然后公孙离这个位置在打伤害的过程当中，吸引了2个人的火力，但实在是没办法玩了。对。但是他把伤害已经全部灌完了，而且队友这边该打的东西已经打完了。对，这波还是那个，就是狼队一开始在龙坑里面人是多的，然后在 L 草窜出来的公孙离之后啊，他吸引了龟七，吸引了风萧2个人的火力，然后最终在正面的团战上反而变成了 AG 的一个多打少，然后再加上小胖因为追长生脱节，对，追到了野区，导致自己脱节，然后 AG 一个回包。反而长生没死，还把小胖留下来。轩辕主要是轩辕跟中义2个点经济又高，而且状态保持太好。这一把的话，就是中义的经济对位完全领先了。是的。因为小胖在前期0杠2死了2次，以至于在打野位的经济落后了1000块，而且是一个双大杨戬。而且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的是，就是小胖在经济10分钟高于均值的情况下，胜率有82.8%。而且他在获胜的32局比赛里面，仅有8局的比赛低于10分钟的打野经济均值。哇！
也就意味着他非常吃优。他如果劣的话，狼队的整体胜率也会低。是的，就说完了，他刷起来之后能转换成胜利，对，但是也意味着他对经济非常依赖。而中艺在高于10分钟经济均值的情况下，胜率是排在打野位第一，88%，很高，几乎到90%了啊！上来顶两套，但这个是真打不动，太肥了。秒上去，小一套，这个是真是好搭配。杨戬这个大招的 CD 时间，朵莉亚刷起来刚刚好，又不是那种特别麻烦。对。这波回去收自己的野区，仓拿红，公孙丽拿红。风萧的经济4600，并没有比一诺低。主要是打野位的经济差距实在太大了。对。而且到后面其实也不是很好打，因为渲染这边其实他是个夏洛特的团战能力也很强。就打到这个阶段，其实目标就不能放在小胖身上了，我们就只能看归期和风萧。是的，他们俩到底在团战上能不能打出画面？我感觉风萧有点难，因为这把毕竟狼队选的是个进攻阵容。夏洛特，他最想要的画面其实是医生跟小胖把进攻打出来啊，但是你真的到了这种防守反打的时候，其实对于风萧的保护就不会那么好。对，那这把其实关羽我觉得是有发挥空间的。哎，大闪拍朵莉亚2技能没顶到，一诺位置调整了一下，再推一手拉到侧面，小胖上来找一诺，被顶到了，但是回头要反打，杨戬跟过去，一技能再来个2，伤害刚刚好，又是再补伤害，让一诺拿到了双杀。我觉得心态看关羽这波回顶，顶回了渲染，把渲染给留了下来，感觉要稳稳心态了。是，这上的有点。上去感觉回不去了。我感觉小胖看到了一诺之后，眼睛里都充血了，就是一定要盯着你，一定要把你杀了。太想赢了。对，其实他现在，他如果经济领先的没说的，就他现在如果跟中艺经济调换一下还好，他这个经济两段砸上去，他砸不死一诺，在没人根本砸不死的。但是他没有队友跟砸不死一诺的时候，他会被追着活活点死。对他推不回来，又没大乔啊，稍微要冷静一下。而且你看一下，这样打的话，我越打越崩。你看一下长生这个装备，这个装备又是轰在小胖身上，扛不住的。这个版本还能看到这个啊，不容易啊！回响加帽子。是的。但是安琪拉确实得出爆发。爆发高，这一波草里，渲染，一堆控制根本下不来。狼队的招牌，尝试野抓单。是的。遇事不决抓一波武将。动手！草里一技能狗刀冲进人群，人有点多吧？是的，但是法天象地关羽跟过来了，可以给控制，顶回龙坑，龙还给了一个拍，小家再跟个一技能，结果中艺倒了，感觉有点脱节啊，队友是跟不上的。对，直播间给机会了啊，他觉得自己法天象地能打，但是打不了这么多，能打但打不赢啊。对，主要是另一边长生也被拦住了啊。AG 这2波机会给的狼队喘了一口大气啊！本身在总经济上，狼队其实咬得挺紧的。实时经济也追不上胜场平均10分钟经济啊！就今天其实两边给对方的压力都不小，这么看。但有一说一 ，AG 它其实AG 总体来讲的话，它还是比较偏团队经济一点，它不是那种堆叠一个人身上。如果就是堆的话，也是堆一诺身上。狼队是，对，狼队是堆小胖身上。还有10分钟啊，闹钟响3回了，我不能再响1回啊！吹起来打一下，这韧性还差一点，暂时还变不了身，还得等几秒。吹起来的高度还行。这波杨戬一技能有斩杀线的，冲进去，给一波小胖把龙拿到了。关羽这波绕好了，下路的会想盯，但是没有盯到。关羽直接冲进人群，他回头顶一下，顶到了，直接被秒掉。小将拿到人头，关羽再回推一个，还能继续留吗？小回顶到了2个人，朵莉亚被顶了回来，疯狂找机会。再来继续追的话，追不了大帅，但是已经带走了AG3个人。10分钟的龙团，狼队终于打赢了一波。这波小胖手没抖，把龙惩下来了。对。就是真的，这2支队伍前面只要不是那种天崩地裂式的逆风，就是1、2波失误1条龙的事情。而且这把归期的关羽真的好发挥，你看对面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盯住他的，朵莉亚是没有办法盯人的，然后中单安琪拉也是盯不了关羽的，扔不着，夏洛特也是盯不了的。刚刚夏洛特一个大招，关羽直接无视他，一个推走了。看一下这边，看关羽，夏洛特这波想2技能回来大招去定他，但是根本定不到。
踩、推，两剪断了一下，但也就只能断一下。对，不是今天第一次吧？狼队的10分钟之后优势，硬控时长14秒。经济杀拽回来了，接下参与率75%。归期的关羽这把是狼队获胜的关键。是的，而且这一波打完之后，风萧的经济领先了一诺1200多。关羽把中期的龙团掌控住，就可以帮助子焕和风萧提经济，小胖在前期的劣势也能够弥补回来。主要是10分钟前的2波掉点。那一波上路轩然倒了之后，终于就不应该再上了。啊，对，终于又上。再恐龙，狼队是抓住机会，咬死了不撒嘴。AG 这把打的是有点放松警惕了，在10分钟龙前，因为那波的话是做个远端线，按照 AG 常规的逻辑来讲的话，他们会带个半途，并且在蓝区会有人做个协防。啊，主要是第2波不知道为啥又上去了，其实一个倒一个就算了。再上的话就是少打多嘛。对。归期绕了一波，刚才是被一诺看到，两个人碰了一下。中路的2塔，狼队成功破掉。上路还有2波龙兵，中路有波龙兵，狼队想给 AG 高地施压。啊，帅这边也是没办法，做了个兵甲，既能自保也能盯一下关羽。成为我们。电慢，杨戬一进去给个2，但自己要被控一套，法天象机触发出来，小乔大招被打了出来。先拉开，是的，顶了一波龙，把兵线守住了，没给狼队推高地的机会。这经济差其实还是不大，就是现在风萧的经济这波拉的会非常高。没错，但这把狼队对于公孙离这个点的限制也是有个小乔在的，所以公孙离没那么好的空间。小乔已经有帽子了，伤害也足够高。其实这把狼队前面那几个或者说5个人都对一诺有一定的限制，不管关羽还是说袁坦这种。对，袁坦如果有经济的话也是限制的嘛。对。苏烈是 AOE， 苍也是。这把在我的视角里看 ，AG 的比较好发挥的人其实是渲染的夏洛特。但前面团战那波没碰过，没办法。对，经济没有滚开，前面掉了那波点之后，经济就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了。再找位置，林生现在手头还是救赎，一大打一波状态，咬下去，杨戬跟进去，一波激活，直接秒掉风萧，风萧倒了。但是大帅很倒霉，他跟下去。是的，一诺这个点的话，最终是被风萧给换掉了，因为风萧伤害也很高。对，刚才那边是跟下去之后被龙拍了一下啊，动弹不得。跟输出跟得非常快，但架不住龙要控你啊。原地反打，关羽来了，侧面进场，有机会留人吗？被兵甲冰了一下，安起来这个位置有点难走。关羽再回送，又送回来，看一下。但这波得看轩辕跟归期的对碰。是的，再劈一刀，袁坦给一个砸，轩辕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得掉，2技能撤走了。这波也不能往打了，但是还想回头继续输出，看到了小胖一个人，因为下路狼队2个人露了头，所以 AG 想找一波机会击回来小胖，但小胖太肉了，有狗，根本打不死，一下跟进去，还上下路收掉了小胖。等一下归期也帮走了，击杀，关羽这边能走吗？不追了。这一波其实本来是第一时间狼队还算是优势，但是关键是轩辕的状态保持的还不错，夏洛特很能打。这个也能被 AG 抓到机会的吗？狼队原本以为双方打完了四散而开，要走了，让2个人过去处理下线，然后小胖是往自己的野区跑的，是一个退路。但是 AG 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上去追击小胖。一看小胖落单了，再打。对，这其实不算是落单，他就已经走了，就是反应速度的问题。对，其实我们已经散了。对，但是 AG 你觉得你散了，我这儿没散。对。就是你3个人走了，你1个人是往上走的，你2个人往下走的，那你往上走的那个人就是落单的。而且你关羽，这关键其他2个人关羽走多快，那下走出100多米远去，这边直接上。放3，子焕是卡着视角的。最后这条暗影暴君还是 AG 拿到了。其实感觉慢慢的，这个重要角色交到对抗路。但前提是 AG 还是能够复刻那种打掉风萧的操作，其实没那么容易的。但因为狼队这边的 AOE 和爆发也高嘛，所以冲进去的时候，如果一诺的公孙离要跟的话，也是很容易被融的。是的，这2边射手感觉都不太好活。就如果真的打起那种特别混乱的团，
AOE 可能有点太吓人了。杨戬法天象地被打出来了，就得走了。关羽这个位置在绕，关羽只要在正面一消失 ，AG 立刻回缩去找他。是的，先找。关羽的威胁太大，看到了。但是想把朵莉亚留下来，直接动手给冰甲，把他再劈回来，打出来一个2技能，往下路走，再给一个冰甲，控了一下龟姬，龟姬为了还想送，但是回顶的这一下没有顶到，距离有点极限。是，这冰甲真得做，关键是个真救命。哎，蓝 buff 被长生给反了。现在大家都没有战损，没有减员。全局团战伤害74195，高于联盟团战均值1倍以上。是的，那这个不是杨戬的，这个应该是就是所有选手的联盟团战均值。然后暗影暴君被一诺拿掉，暗影主宰啊，不是暗影暴君。也就是说15分钟之后的第2波双龙，狼队都没有控到，全都是被 AG 拿到的。就是团战，其实这3局都是一样的情况，就是某一波团被 AG 打赢了。因为第1把和第2把的话 ，AG 是直接打狼队猝死的。对，打高地的位置，终于应该暂时还变不了身。看狼队怎么处理。一诺出了个隐刃，把电刀卖了，换了隐刃。点高地，下路高地破完，上路关羽把龙兵清掉了，硬点中高，再转中，中路没兵线，无兵线强拆。长生已经有2个大招去化解风萧的1技能的消血了。我的天哪，下手太狠了，这连主宰先锋都没用上。对，拍，哎呦，这下没拍到，小胖下来了。是的，要回去的路上要挨打，这怎么回啊？大招直接把小胖给秒了，苏烈给一个2推回来，安琪拉也要死。但是下路进人群，一波起火，全部打到了苏烈上，苏烈的闪现退了回来。差一下。是的。上路还可以拆掉一个高地，狼队的3高都被 AG 给破掉。这下是不是失误了？这下医生给小胖晃一跟头，没拍着，但是小胖跳下来了呀。啊！在那位置，你别看近，你想回去，可是费劲儿了。又是一条暗影暴君刷新，小胖还没复活。在狼队没打野的情况之下 ，AG 直接选择 RA 龙，你只要敢过来就直接留人。不要留了。是的，反拍。苏烈大招拍完了，找到关羽的位置，一进去，3段大招放完，打出了一身的被动。关羽就想踩灯，灯踩了起来，2技能赶紧退回去。这打个灯也行了。打了个被动，压力太大了。这种没兵线的局面，狼队要拖到20分钟风暴龙王的话，远端线也是劣势线呀。对，而且他这个关羽啊，关羽加元坦，他清超级兵太慢了，不好出去带。应该是龙王团了，因为还有20多秒，那就感觉也没有什么拼命的道理。上压了波状态，好，感觉想试试。狗挂上了，挂在子焕身上。苏烈没大了，看狼队怎么应对。关羽也出不去啊。把3路的超级兵一起运进来，但是这个兵线不能被放进去。安琪拉就在这个机会去打前排的状态，只能回去补一下。小乔开启大招，出来卡位置。杨戬的1技能挂到了身上，赶紧退。子焕这一波支配也被打出来了。这个奔狼也没有操作空间。你这个阵容2个前排啊，太笨重了，在往前冲的过程当中是一定会被长生的这个安琪拉消耗的。对，而且龟姬现在也出不去。这一季把门关得太死了。公孙离已经开始了，这是最稳的办法。这个世界上最不容易被抢龙的办法，就是正面3个人堵视野，然后由自己家的双 C 过去 RA 龙，苏烈看到了，然后品到了，但已经打完了，带着风暴龙王，但出来容易回去难。是的，关羽这个位置直接去推夏洛特，夏洛特一个闪现调整位置，跟队友一打正面，关羽这个位置也只能跑了。再追，继续追击，夏洛特奇景光芒剑，冲进去，杨戬一波先带走小胖，然后苏烈给个拍，拍的还不错。好，配合队友风萧带走了轩辕，但这个位置被打出了被动。杨戬身上还有个复活甲的，根本就不许大招好了，刷起来直接扫，血量给维持住一波，团灭了狼队。AG 1换5，公孙离3连绝杀，打赢了风暴龙王的团战，21分12秒。是啊
，AG 3连决胜，3比0重庆狼队捍卫主场，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完成复仇。在今年 ，AG 在一诺首发的情况之下，到目前为止。